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我问过赵丽颖很多次，你到底是喜欢我才和我结婚，还是只是找人生个孩子？这是冯绍峰在婚后1年，孩子仅7个月时，公然在屏幕上发出的疑问。这一次的节目一放出，所有观众的直观感受就是俩人必离婚。果不其然，在他们俩的儿子刚过了2岁生日，冯绍峰和赵丽颖就双双官宣离婚。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被传借腹生子的赵丽颖却放弃掉了儿子的抚养权，转而成为了拼事业的第2个杨幂。如果奔着真爱而去，难道结婚仅2年就不爱了？如果奔着冯绍峰父母的20亿资产去，现在离婚图什么？一个是常年被传言美空外围女出身的狠人赵丽颖，一个是天天绯闻不断、被传出轨女网红的花花公子冯绍峰。这2个人究竟为何走到一起，又为何突然分开？其实冯绍峰和赵丽颖之间的婚姻，纯纯的就是一场披着华丽外表的骗局。早在赵丽颖离婚之前，有不少娱乐记者就爆料，其婚变的主要原因是门第之见。赵丽颖被老婆婆看不起，嫌弃她是农村人。为啥没办婚礼？因为冯绍峰妈妈压根就不愿意见到穷亲家。关于这种言论的来源，其实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丽颖的家庭背景在冯绍峰的面前确实没眼看。据赵丽颖本人所说，自己祖上3辈务农，到了父母这辈，2口子虽然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工作上也是不尽人意，薪资微薄。赵丽颖的妈妈在百货公司做售货员，爸爸则是做过不少劳力工作，像是干工地拉货，其中有段时间还去帮公安维持秩序。由于夫妻俩工作不稳定，时间上也比较吃紧，所以赵丽颖自小就跟着乡下的爷爷奶奶生活。虽然吃穿用度跟不上，但是赵丽颖心里却很开心。我觉得很好啊，可以下河摸鱼，上树抓鸟的。我从来没有以自己是农村人而自卑过。而那边大赵丽颖9岁的阔少爷冯绍峰，却过上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冯绍峰的父亲叫做冯月平，是上海纺织界的巨头之一。早在冯绍峰出生之前，冯父的手底下就有着4家大型公司，地址遍布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冯绍峰的妈妈虽然在家相夫教子的不露面，其娘家也算是业内有名的大户，夫妻俩也算是商业联姻的典范。反观赵丽颖，在2006年到2011年的5年时间内，赵丽颖都在跑龙套。而就在这个龙套过程中，她有多次目睹冯绍峰和女主角情意绵绵，这个画面可以说是很狗血了。2007年的时候，冯绍峰拍摄《岁月风云》就开始狂追胡杏儿，多次帮胡杏儿出头。我觉得黄宗泽配不上他，我想要和胡杏儿开始，结果胡杏儿硬是对黄宗泽念念不忘，冯绍峰被逼出局了。第2年，冯绍峰和安以轩又遇见了同样的事。这个时候，跑龙套的赵丽颖和失联的冯绍峰相遇了。冯绍峰和霍思燕在剧里演夫妻，而赵丽颖只是一个回忆里的人物。2个人同在一部剧演出，但从来也没见过彼此。直到索清秋的出现，丫鬟赵丽颖终于看到冯绍峰谈情说爱了。狗血的是，这部索清秋也是安以轩作为女一的。冯绍峰再度和安以轩藕断丝连，甚至当着剧组人员的面拉拉扯扯的。赵丽颖看了也跟着笑了笑，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浪子就是后来自己孩子的爸爸。从索清秋出来后，冯绍峰又跑到宫里和杨幂打情骂俏了。冯绍峰甚至公然求爱，可惜杨幂无动于衷，转头就和刘恺威领了证。冯绍峰因此哑巴了一段时间，而赵丽颖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当时有业内知名经纪人评判她为丫鬟专业户。这位经纪人本来是想鞭策赵丽颖，然后再把这个苗子牵到旗下，不料赵丽颖却很有志气。如果说圆脸不能演好戏，尖脸就能演好戏，大家就不用学习研究了，直接削一刀，那样是最快。可就是因为赵丽颖的大女主发言，才吸引到一位叫贺如的人注意。我就喜欢有个性、敢于拼搏的女生。贺如是华谊里有名的经纪人，她一手托举起了赵丽颖的戏路，但也在对方埋下了一个不小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直到《陆贞传奇》时才被点燃了。那一年，赵丽颖跟着贺如的资源出演了《新还珠》的晴儿，这是她第一部有头有脸的作品。后来贺如跳槽到了海润，她和好朋友于正打造出了这部《陆贞传奇》。
剧集播出后，赵丽颖不仅和陈晓谈起了恋爱，她的过往经历也被一并拔起。首先是一位叫蜡笔小球的网友直接开撕赵丽颖，怎么不是你赚小费的时候了？美空的情哥哥，在这给大家普及一家美空。早年美空的定位是专业的模特网站，可是后来发展成了表面找礼仪小姐，私下做皮肉生意的特殊网站。就像当年张馨予被疑是美空的模特，直到嫁给了军人何洁才算是洗刷了名声，而赵丽颖被染上了美空名，自然是灾难降临了。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的赵丽颖还和贺如分道扬镳了，贺如也发了不少聊天记录爆料她不想再干那事了，哭得很可怜。之后赵丽颖还上了节目，因喝水姿势不雅被黑。总而言之，千丝万缕的信息总是和外围相连，但关于外围这件事至今未找到实锤证据，所以我们暂且不提。除此之外，还有赵丽颖整容疑云，有不少人把赵丽颖的早年照片找了出来，讲说是柴火妞的换脸术。不过就旧照对比来看，赵丽颖应该进行的是微调，最起码看起来轮廓变化不算大。在其他的就是踩男友上位，比如演新还珠的时候，和同组演员高子琪你侬我侬，后来又和朱子骁演激情戏，最后和陈晓买通稿炒热度。可以说陆贞传奇之后的2年内，赵丽颖都深陷丑闻中不可自拔。为了逆天转命，她开启了拼命三娘的连轴转模式，而那边的冯绍峰在林允、郭碧婷、宋茜之间轮回转，直到《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剧里，多情的冯绍峰又跑来追曾经的丫鬟赵丽颖了。知否播出后的年底，赵丽颖直接一个王炸打过去，官宣结婚。2个月后，官宣怀孕，又过了2个月，孩子就生下来了。可以说这番操作是震惊了不少人，而且在生完孩子后，男女方对于是否办婚礼一事都纷纷三缄其口，所以就有人怀疑是不是冯绍峰的妈妈嫌弃儿媳妇。这一次的领证，与其说领儿媳妇进门，不如说是迎孙子进门。除此之外，也有娱圈专业人士分析，赵丽颖可能就压根没出戏。后来根据冯绍峰在妻子产后半年的言论来看，还真是有点这么个意思。在节目上，冯绍峰是这样阐述俩人感情的：我时常会感到疑惑，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啊？因为冯绍峰说自己经常容易精神崩溃，比如说一进家可能就哇哇大哭，而赵丽颖什么都不说，只等他哭完了，走过去说了句你去看看孩子吧。就是这样的理智派妻子，让冯绍峰常说我老婆太洒脱了，有的时候就让我产生了疑问，他真的喜欢我这种性格吗？可惜就在这猜测的功夫里，赵丽颖离婚的速度和结婚的速度不相上下。我们和平结束婚姻关系，谢谢大家。转而在娱乐圈在先锋了，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让其跻身为85后演技派，其咖位猛甩杨幂一大截。冯绍峰这几年虽然也成了高产人士，可其每出现都是疲态尽显，十分浮肿，完全可以看出了他别样的悔恨。而最近几日，赵丽颖和冯绍峰这对前任夫妻久违的登上了热搜，原来二人之间竟传出了复婚的消息。这一信息的火源来自于某港媒的独家爆料报道，该报道声称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重归于好，不仅已正式复婚，还已经有了2胎。这则报道声称，冯绍峰和赵丽颖离婚后郁郁寡欢，生活状态堪忧，甚至患上严重抑郁，饱受情伤之苦。当初冯母极力反对两人在一起，因此经常冲动干预他们的婚姻生活。现在冯母也对儿子的伤心失意感到内疚，主动找到赵丽颖低头认错，送出一套超过1亿元的豪华房产，希望两人能破镜重圆。报道还称，赵丽颖不仅已经答应复婚，两人还已再次有了身孕，准备在巴厘岛补办一场奢华婚礼，正式宣告两人的和好。这一爆料一经发布，立即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两人的 CP 粉们顿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表示非常期待两人的婚礼现场，并猜测他们会生一个什么性别的宝宝。然而，也有部分冷静的网友质疑，这只是一方的营销炒作，为即将播出的新剧造势。面对两极分化的反应，狗仔们主动站出来，为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真实状况证明。他们通过私下联系两人的工作室，证实复婚及怀2胎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狗仔还调查了两人最近的行踪，的确完全没有合体的迹象，更不要说已经定下婚期或者怀上了第2个孩子。
即使我们完全可以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推断出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婚的可能性其实很小。首先，两人离婚至今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他们对外一直表现出分手融洽的状态，没有任何负面新闻。两人也只是偶尔因孩子的问题有必要的接触和沟通。显然，他们的关系依然保持在两位已离异父母的正常状态。其次，从赵丽颖最近的状态判断，她显然没有任何要复婚的意向，一心专注工作，手头也已经有了数个预计项目，没有任何绯闻。如果两人真的重归于好，大家也可以开心。但如果最终没有结果，我们也该尊重他们的决定，不必强求复婚。我相信所有真心支持赵丽颖的粉丝都会衷心希望她幸福快乐。她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上升期，我们会继续支持她的工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